欢迎回来，这一节我们讨论的是中美在南海的角力。好，我们先看到呢，在这个美国第7舰队说是呢，他们联合演习也越来越增加了。那当然目标就是要加强吓阻中国。而菲律宾的总统呢，在16号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中国大陆行为越来越武断，对亚洲的邻国来说造成实质上的挑战。而另外呢，是有菲律宾的防长也提到说，北京现在竟然好像把南海变成是中国湖泊。那他就说有出动了11艘的船等等那么就说这个举动是非常的罕见，明显就是要向菲律宾来展现武力。只是呢，在国内呢，他们也出现了不一样的声音像是呢，这个菲律宾的议员就呼吁说要驱逐中国大陆驻菲大使。可是菲律宾的前总统发言人就说，为国家感到很羞耻，因为他们放任美国把中国描绘成敌人。另外是菲律宾的报纸头版也有提到说呢，这个可能已经让中国资本避开了菲律宾。那如果连亚洲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也避开的话，那你认为日本、欧美还敢来吗？可是相较于菲律宾的剑拔弩张我们看到越南呢，他们访日报了岸田，另外呢，他也之前报了习近平当然他们还希望说，在这个半导体的制造晶片上呢，可以跟着日本合作。那另外呢，当然也是希望说，越日的双边关系要在上个月底呢，也升级成了全面战略伙伴了。在越南来讲，军事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等于两边都不得罪。而在东协峰会上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声明就说要强化安全合作。那另外，抢在东协峰会之前呢，其实王毅也已经跟东协10国的使节会面了，当然也释出善意，说要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大的一个成果了。好，可是呢，现在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后院非常的用力加强跟这些国家的军事合作。首先呢，是美国说服阿根廷不要选购中国和巴基斯坦联手研制的这个战机就是希望可以阻挠中国加入拉美的军武市场。可是中国大陆没有放弃向哥伦比亚推销一些这个主战坦克那包含说阿根廷玻利维亚等等的国家都已经购买了这个武器系统或接受私人的军事安全服务了。除了军事上呢，另外我们看到在教育的部分巴西里约有2所公立的学校启动中文跟葡萄语的双语教学。好，另外是呢，巴西44亿在能源部分呢，也是中国的国家电网的一个得标的项目那说这个项目包含了这个新建的1468公里的加减800千伏特的这个高压直流输电线这个工程相关的。那说呢，这又是一个“一带一路”非常重要的成果等于说呢，现在是不是也开始反攻了拜登的后院呢？我们先请教介大使，怎么看说在这个南海上的角力？南海上角力就是说，菲律宾是最近一连串的升高挑衅中国大陆的这种行为啦。那12月9号的时候，在黄岩岛，那么3艘船只，1艘是公务船，2艘渔船，可是碰到中国大陆这个左右夹攻，中国大陆的3400公吨的这个海警船，基本上这次正式开水炮，而且不是射它的附近，直接打它那个公务船的通讯系统跟卫星导航系统，所以严重迫害那艘船。那这个让菲律宾到现在只敢叫就没有行动，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没有实力去挑战有实力的最后有实力的出手没有实力就唱不下去了。那12月9号在黄岩岛，12月10号在仁爱礁，照样被中国大陆水炮伺候。那他们的那个时候船上还藏了他们的这个菲律宾的参谋总长。然后呢，偷偷摸摸的跑到马德雷3号船，然后呢就没有下文了。那问题就变菲律宾内部开始有不断的意见。菲律宾前政府的总统府发言人，也就是杜特地的发言人，他基本上反对菲律宾马可斯政府这个做法。他说，意思就是说，菲律宾马可斯现在已经完全变成美国人的这个怎么讲手上的一个工具了，完全忘记了菲律宾本身自己的利益了。它变成在为美国的利益服务。那事实上的话，美国也没有到菲律宾去投资
倒是在杜特地的时候，当时中国大陆承诺了起码60亿美金的对菲律宾的各种方面的金援跟这种基础建设的这种计划。那看起来在马可仕时候，这些计划大概就会泡汤了。也就是菲律宾事实上付出了非常大的经济代价，可是呢，政治军事上又不是中国大陆的对手情况之下所以菲律宾就变成内部就有意见了，内部现在慢慢这些声音越讲越明白了。那论实力来讲的话，以这个黄岩岛来讲的话，据中国大陆的这个不管永兴岛也好，还有就是在南沙的这些三个小三角来讲的话，距离都不远。那可是更是仁爱礁的部分呢，据中国大陆的这个美济岛只有19海里。那距离最近的菲律宾的这个岛屿主要岛屿有100多海里以外，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已经快要把这些菲律宾附近的南海搞成自己的内海了。那么随便呢，就去了100多艘这种上百吨的这种铁壳渔船。另外最近发现有4艘中国大陆的 052D、052C， 还有一些飞弹快艇022飞弹快艇。都已经出现在美济礁那个军港里面了，所以就论实力的话，中国大陆现在已经看起来是准备硬碰硬了。所以你就看菲律宾现在反而软下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没有实力的国家想要去挑战有实力国家，而且呢是为了别的国家利益服务，像美国的利益服务第一个不要说这个别人看不下去，就连他自己内部都会有意见。所以我认为菲律宾现在在南海的对挑衅应该是会停一阵子。那么而且呢，如果要升高的话，它可能会遭受到中国大陆更强烈的打击。所以国际关系来讲的话，你领土争议最后还是要靠实力，没有实力的到了关键时刻就跟今天菲律宾一样，对外没有办法再推广，对内自己先吵起来了。舰长怎么看这个中国大陆在美国的后院用力卖坦克？我们先看有关于南海的部分。有关于南海的部分，我们看到这张图中间的这个长椭圆形这中间这是哪里？这就是仁爱礁。那这个仁爱礁附近旁边你所看到这个船，没错，不是中国海警船，就是中国海上民兵的船。的确非常的多而且在我们来看在这个仁爱礁里面，这个黄色的一点一点，也必须这么说，就是这海警船或者是那个海上民兵的船。为什么这样呢？真的南海就变成了中国的内海吗？我们必须要这样讲那个就是在9段线之内，9段线。现在中国大陆的所谓的9段线到底是从何而来？是中华民国的11段线衍生而来的。我们这些在台湾中华民国的子孙，你不要守着自己的祖先的领土，你也不能阻止的人家守人家守不对吗？当然对祖先留下来的领土不是寸土不让吗？你不是这样子讲太平岛的吗？如果太平岛是如此，那为什么不管是黄岩岛或者是仁爱礁，不是也是如此吗？刚刚接大师讲说，有关于这个位置太平岛、美济礁，然后仁爱礁就在这个位置，它距离巴拉望岛的距离事实上是比美济礁远很多的。那为什么现在一直在吵黄岩岛，一直在吵这个仁爱礁呢？因为当菲律宾声称他们这个领土收回来之后，事实上对于楚碧、永暑这些岛礁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大使所讲到的，他们的参谋总长跟他们的所谓的西方司令部，也就叫做西菲律宾海。哪有什么西菲律宾海在IMO 里面没有西菲律宾海这个名词定义，请用国际的名词，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南中国海。而且他们到南海来就是来碰瓷为什么？我们刚刚讲的海上民兵船是钢质结构，那其他的我们就更不用讲。可是我们来看看
他们的补给船上来碰瓷的，这个是什么结构啊？你这是 FRP 的结构啊！你 FRP 的结构跑来碰瓷，你自己的船烂，你还在说大陆很狠，大陆一点都不狠啊！如果狠的话，直接撞下去的话，结果不知道是什么。那最近呢？现在美国开始对台军售，军售什么？它军售要补充我们的有关于讯安系统的部分。讯安系统是什么？讯安系统就是博胜案。博胜案现在在补充什么？补充了六套派里级的系统，补充了4套拉法叶的，也就是康定级的系统。为什么？因为以前没有，现在告诉大家了吧？以前没有，现在卖给你。为什么？因为看到台湾紧张了，所以大家投票的时候要记清楚，谁让这个局势变得这么紧张。好，来宾哥。其实我觉得美国第7舰队演习的次数太频繁了，他今年已经演习37次，等于平均1个月要演习超过3次以上。那难怪美军最近军中的事故越来越多，因为你官兵太疲累了，你官兵过度疲累的话，超过他的忍受限度的时候，意外就会产生很多。所以我觉得美国其实现在它的船舰的数量已经严重不足，那兵员也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你过度的操练这些士兵，其实是会造成很多严重的后果。我觉得美国自己要去想清楚。那至于说菲律宾的事情，其实本来菲律宾有没有可以顺利解决南海问题的方法，其实是有的，因为本来大家都已经谈好了南海行为准则，就等菲律宾同意而已。因为其他国家都已经 OK 了，那菲律宾如果同意了南海行为准则，那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搁置南海这边的领土的纷争。大家可以共同来合作来开发，这样对菲律宾不是比较好吗？菲律宾本身就算中国大陆不在那个地方，讲实在话，以菲律宾自己的资源跟能耐，它也没有办法开发南海啊。那所以，如果你能够跟一个有资源的国家合作，大家一起来共同开发，这样子不是大家都有好处吗？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到呢，持续还是选战的焦点哦。现在赵少康恐怕觉得很委屈，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叫战赖清德，他说如果赖清德愿意依法拆掉他万里老家的违建的话，那他就辞掉他不该辞的中广。只是呢，他讲了这么多天哦，赖清德呢都不愿回应哦。不过倒是赖清德连续2天回应了台南是不是选情告急。我们看到最新呢，他在今天呢也是到了台南哦，他就说台南呢是兵家必争的地方，所以喊话在地的选民哦，一定要团结民主的力量。不过在这个之前呢，他也是说台南的选情很稳定哦，因为呢朱立伦说在这边呢可能民进党有些危机嘛，他就说这些都是这个蓝营的人士夜间吹哨子壮胆而已。其实呢，我们看到在台南哦，大家可能一般认为说这是赖清德本命区，按理说很强啊。那当然哦，赖清德要拿下比较多的票数哦，当然是机会非常高。只是说呢，要够高哦，高到一个程度呢，才算是真的赢嘛。我们就看到扁菜呢，在过去其实台南的部分哦，也都靠着这张抗中牌大赢，像是呢2000年的时候，这个本土政权他拿下了53万票，打出这样的口号。2004年的时候，2颗子弹，他同样拿下了67万票。2016年是有这个太阳花反服贸的事件，而在2020年的时候，当然影响选战呢，整个焦点就是反送中了，所以呢，蔡英文在这里拿下了78万票哦。好，我们看到现在选战，难道真的又只剩下所谓的抗中牌了吗？在最新的这个贸易壁垒的问题，赖清德呢是质问国民党，他说为什么每次他们守护台湾的时候，国民党要说成是对中国的挑衅？还说本来中国商务部预计1月12号要公布台湾贸易壁垒的调查，为什么夏立言到了中国大陆的隔一天就公布了？这难道有里应外合吗？他又提出了这样的质疑了。好，那现在赖清德呢说他自己在国际经贸上成果是非常丰硕的哦。那侯办呢就出现一个资料说打脸他，因为他们说呢其实是马英九任内签订的 ECFA 后，
纽西兰和新加坡都愿意和台湾签订 FTA。反观是蔡总统任内，除了史瓦蒂尼啊这些国家之外哦，其他的 FTA 成绩都是挂零的。甚至指说，现在有政府的内部文件指出，开放莱猪福食，台湾还是没有办法加入这些国际组织，等于是赖清德狠狠被打脸吗？那郭正亮呢也说，经济部其实早就被问过大陆的被大陆问过贸易壁垒的事件了。他就说，在11月的 WTO 会议上哦，大陆的代表就当面询问过经济部次长。那当时呢，这个陈正奇次长哦，称是台湾加入 WTO 时，大陆不是会员，才没有和对岸来做协商。但是事实是什么？大陆比台湾早20天就已经加入了。不过我们看到，说到这个中国的因素呢，持续在这场选战中也成为绿营的攻击标的了。我们看到沈伯洋呢，也就是这个民进党的不分区的候选人哦，他就说啊，抖音、微博是外部势力进行认知作战的一个工具哦，还有 YouTube 也是中共网军重点经营的平台耶。好，那现在美中台呢，其实风向是不是已经跟大家过去想象中不太一样了呢？因为我们看到赵怡翔他在12月2号的时候曾经投书美国外交家期刊，那这个期刊当然是非常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不过后来呢，他们也来询问国民党有没有回应，所以呢，国民党的相关呢的论述呢，也被投书在这个接受刊登了，外交上已经把它刊登出来了。旅美学者翁履洲他就解读说，这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就是说现在的台美关系也不是全部都觉得只有民进党可以代表台湾，民进党就是最棒的。美国现在对于不同的政党也有可能认为说呢，就是他还是有一些可以来互相交流不会认为说都是投降派所以他说这个风向已经是改变了。先请教彬哥怎么看说这个赖清德对于台南的选情回答得很快可是对于老家的议题似乎已经连续被问好几天都没有回应。你叫他怎么回应？他没办法回应啊，因为他家那个就是违建嘛。新北他当初自己说一切让新北市政府处置，那新北市政府已经公布他就是违建，而且列入待拆的违建当中，寄存违建，对啊，寄存违建啊，所以这只是在排，因为排序还没有排到它，将来是要拆的那照赖清德过去自己的承诺，那你现在就应该拆掉了，那你为什么不拆？实际上这2天有很多人跑去那边打卡去那边拍直播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这哪是什么公寮旁边还有花园，然后有步道，拉皮过，对啊，这才不是拉皮，它根本就整个是重新建的，它原来的公寮根本位置就不在那个地方。所以这摆明了就是鬼扯嘛。那赖清德怎么面对这个问题？他没办法面对，所以只好就是像大家讲的一样，装龟孙子就躲起来就不跟你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那台南的东西，对，台南是民进党传统优势选区，可是其实去年有一个选举就已经明显看出来，民进党的支持度开始在松动，就是去年的台南市长选举，谢龙介跟黄伟哲只差了45000票而已，史上最低差距非常非常的少，黄伟哲是非常在惊涛骇浪之间才勉强站稳脚步，所以民进党自己也知道他自己在台南的支持度开始在松动，所以他当然要不断的会去回防。那为什么他支持度会松动？很简单嘛，88枪光电案一大堆的到处种电这些东西，搞得台南市民怨声载道，这就是问题所在，就是民进党 A 的太厉害嘛 ，A 到台南人最支持民进党的台南人都快翻脸，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今年台南的选情绝对不会像过去你们举出来这些例子一样，差距如此之大。这也是民进党非常忧心的地方，因为过去民进党胜选的模式就是高屏，然后嘉南这些地方，对他都要远远碾压国民党，他才会赢嘛。那这一次看起来情况好像不是这样，所以赖清德当然会紧张了。那只是我觉得很好笑的就是赖清德怎么有脸讲，每次我们守护台湾，请问一下，你们到底是在守护台湾，还是在害死台湾呢？守护台湾的做法是让台湾不断的丢掉邦交国，守护台湾的做法是让台湾的贸易几乎都走不出去，是把我们的护国神山拱手送人，是这种守护法吗？现在海峡中线已经不见了，人家的飞机天天绕着台湾飞请问一下，民进党除了一筹莫展、坐困愁城之外，你拿出了什么本事出来？谈判也不行然后你好，就算双方之间没有沟通管道，你为什么不敢叫国军直接把它
驱赶呢？他再敢越海峡中线就开火呢？你敢做这件事吗？你也不敢啊。所以谁在扯台湾的后腿？就是民进党啊。在我看来，真正的投降派就是民进党啊。为什么平常叫得很大声呢？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全部跟龟孙子一样躲起来啊？这就是民进党啊！还好意思讲守护台湾？你守护在哪里？老实说，马英九的时候，不管怎么样，免签，马英九办了100多国的免签，然后外交上面只有一个国家损失了，不像民进党到处丢盔卸甲。然后呢 ，FTA， 你们还好意思把史瓦蒂尼跟萨尔瓦多拿出来？史瓦蒂尼跟萨尔瓦多，请问一下，跟这2个国家签 FTA 是干什么？是我们在单方面对他们让利啊，不是吗？不然的话，请问一下，萨尔瓦多或是史瓦蒂尼有什么台湾非得取得的东西？没有啊。那我们的东西卖去那边能够卖得多好吗？也没有啊，他们的市场都很小，所以基本上跟他们签 FTA 就是我们单方面对他让利而已，单方面对他减免关税而已，不然呢？不然你以为是什么？所以我真的觉得这种东西也好意思拿出来当政绩，真是笑死人了。那至于说贸易壁垒这个，大家不知道台湾对中国大陆是贸易壁垒吗？我想所有的台湾人都心知肚明，因为我们2509项，我们就是不让中国大陆的东西进来，没有任何理由，就是因为我们不想让它进来，就是这样。那这是标准的贸易壁垒啊。然后结果你现在经济部啊这些该去解决的东西，结果呢，要不然就是鬼扯，像你们这边举出这个鬼扯。当初 WTO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进去了才准台湾进去，中国大陆要是没进去，台湾根本就进不去。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你还好意思讲说当时大陆还不是会员，人家比你早进入 WTO 然后问他要怎么解决这些关税贸易壁垒的问题，怎么去跟对方谈判的时候，他说他希望大陆民主化，这跟大陆民不民主化的关系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从头到尾在鬼扯，这种人也可以当官，笑死人了。然后这个沈伯洋自己就是专门搞认知作战，天天在协助民进党政府认知作战。你每天在指控说中国大陆操作这个又操作那个，那你把这一些相关的 IP 账号拿出来给大家看呢？你就告诉我，你敢不敢直接明白告诉我哪一个账号哪一个 IP 它就是大陆的网军？你为什么不敢这样讲？就每天就用影射，实际上真正在操作政治作战，不就你民进党吗？不就你沈伯洋吗？所以真是丢人现眼。那个J大使怎么看说美中台的现在的风向是不是有一些转变？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美国对赖清德是不信任的啦。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比陈水扁还陈水扁，他们他是陈水扁2.0，而且不受控，而且怎么样，刚愎自用啊，这个好一意孤行到底，就是他的个性就这样。这样美国都怕，奇怪台湾有人不怕。碰到这种人，如果要当国家领导人的话，这个整个国家就会被他的个性给他带到赌局里面去大赌一场。那这个就从他的违建的老家开始就可以看出来，赖清德就是这种个性的人。这他的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别人他在台南这个铁路地下化的时候他去拆别人贫户的家的时候哇，面不改色。该说拆就拆，人家跪在地上求他也不要。对，他说这个东西就是要配合一定要拆。结果呢，现在发觉他自己老家就是个违建。你们看到现在这个是正面这个正面看起来好像还很普通你去看他后面，他的背面，这就是两面人嘛。同样一个房子，正面看起来好像没有变，后面就是一个豪宅的样，而且非常的深，盖了好几进。最后面还是怎么样？那个最新的建材都在后面，你看不到，因为最近在网络在盛传他这栋房子，人家去看了才恍然大悟，这就是赖清德的作风，表面装的怎么样很 humble， 我是矿工之子，我父母亲多苦，你去看那个房子的后面，那是一栋纯标准的现代化豪宅，这就是民进党的作风，这是赖清德的作风你看他多把。赵少康已经给他下台机会说，你拆我就辞中广董事，他可以趁机下台了，还是不拆？为什么？吃到嘴里的肉，他绝对不会啃，不会吐出来。然后那个附近修的，请问是他家拿出来？他已经附近那个差不多几百平的地变成一个大花园，到底谁花的钱？是为他的行政院长，为他的老主厨。如果花的是公家钱的话，那这个钱赖清德自己要出。我为什么公家的钱不拿到我们的房子面附近，帮我把附近的环境美化一下？
台湾有那么后康的事啊？他那个房子在万里，就有把他家里附近修的，真的是跟那个美国的豪宅附近那个花园一样修的一样更可恶的是，他还说我不知道要缴税，没有人通知我缴税。你违建可以一直的扩张，对不对？你一直可以违法的存在，还可以附近还可以修得那么漂亮，你结果呢？该缴的税1毛钱都不缴，这个不就是贪腐吗？这就是贪心，人心不足蛇吞象，对不对？房子要把附近修得漂漂亮亮的，表面不动，后面修得跟豪宅一样，最后呢也不缴税，然后说税单，然后你没有通知我就不缴。你是公众人物你是政治人物你怎么可能有房子不要缴税？你就说怪别人呢？这种人怎么能够信任呢？所以就是一个贪腐的民进党加一个贪腐的赖清德，要把台湾真的正好带到永远沉沦无法翻身的地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票投给怎么样？能够把这一群人拉下台的，最后还要把他们的过去那一些罪行通通给他绳之以法，然后怎么样？该还给人民的还给人民，还给人民的钱还给人民。还给人民的公道，还给人民公道，要不然的话，我们就跟着他们一起沉沦吧。来，舰长怎么看？如果我们顺着刚刚韩冰哥跟那个介大使所讲的，顺着这个逻辑下来，我们不但要选对国家领导人，我们还要在那个立委投对政党，投对个人。为什么？这样我们才可以把很多封存30年的国家机密解密就是高端这些好，我们这样子讲大陆商务部来调查我们台湾的贸易壁垒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4月12号他公布有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他当初第一时间说什么时候公布？10月9号，后来他说延后到明年的1月12号。也就是说，他在这其中任何一个时间公布，难道民进党不认为这个是介选吗？他都认为是介选。可是如果你到大陆网站去看的话，不是这样。很多大陆人说不要让了就不要让给台湾为什么不要让给台湾？因为让给台湾，现在我们的政府认为那是应该的。我们现在听听民进党政府讲的，他们认为都是应该的。那问题是，真的应该吗？不应该为什么不应该呢？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现在一天到晚说要去 WTO 告，你觉得 WTO 不知道吗？这一次的这个报告，现在民进党不愿意拿出来讲小舰长印出来给大家看。第一个，他讲说这一次的这个2509项中间有1423项是台湾地区加入 WTO 的之后实施禁止进口的货物。意思是什么？我们在进入 WTO 完成了双方那个台湾跟大陆的会谈之后，我们单方面进行的，这样人家调查结果公布不对吗？至于说 WTO 知不知道？知道我们这样讲，他说在2006年、2010年、2014年、2018年、2023年进行了5次贸易政策的审议。世贸组织秘书处报告注意到说，台湾地区对大陆地区部分产品实施进口禁令是非常了解的。意思是什么？不是有人说要去告吗？你去告告叫做唾面自干而已。那另外我们讲到说，到底影响的层面有多大？产业界都不敢出来讲。为什么产业界都不敢吭？因为谁吭就查谁水表。但是之前说，其实它只要它的范围是台湾农产品跟纺织品，但是现在不止这样。我们来看一下，还有25项的这个24项的那个水泥，还有54项的化学纤维，还有72项的钢铁。我们想一想，这一些我们看起来它的那个出口项目其实占比不大，但是这一些劳力密集的工业，事实上是影响很多人的饭碗的。对，所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际议题来看看，现在在日本正在展开的是东协峰会，把10个国家的很多的代表领导人都请到这里来。那对于小马可仕来说，菲律宾也到了这个现场之后，他强调南海紧张很加剧啊，他强调中国专断构成威胁，所以特别来这里寻求包括日本、美国其他国家的盟友来协助。这一次峰会是16号到18号在日本展开，第一天，岸田文雄就跟大马首相安华签署了安全援助协议，还要拨款4亿日元哦，去加强马来西亚的海上安全。那另外一个目标重要的议题，当然就是促成菲律宾要允许日本自卫队跟菲律宾军队之间的互惠准入协定。那这对南海产生的影响会是什么？大家可以来观察。但是呢，欧美去帮助菲律宾啊，接下来还有英国的舰队也要去嘛，就说中国11船闯到仁爱暗杀菲律宾国防部长就震怒啊，就谴责中国。但显然南海当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甚至还有一个议员呼吁要驱逐中国驻菲大使寻求各种求偿等等，这么的紧张吗？那美欧去拱火来帮南海有这样冲突跟纷争的氛围，被形容跟分析认为都是一边积极要重启军事对话、管控风险，来拿来跟中国来谈判的筹码之一，同时协助菲律宾回应中国，但意图当然不是要真的让他打，是要让看起来可能会打了您会有危险这样的这个冲突，跟台湾概念很像吗？要对中国施压，在其他方面做出让步吗？当然，在东协峰会之前，中国外交部也立刻做得很快的动作，在会前，王毅就会见了这些东协的使节，15号见的面，在北京。那么这一次的会议里头，则是对于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日益密切啊，这些也都一样的先去了中国。其中你看菲律宾驻中大使也没有缺席啊，他也在其中。所以呢，持续先做东协可信赖、可依靠、长期全面或战略伙伴，这个当中很有意思，就是大家各自都在做双边关系。所以东协国家，尤其越南也很有意思，不是习近平刚访了越南吗？他接着也去访问了日本，越南的总理强调跟日本要进行更多的合作。越南是全球经济风暴的避风港，越南跟日本在半导体各方面都要合作。而习近平也有意思，习近平的做法是去访问完越南之后回国，立刻就谈到了跟这个广西啦、云南啦，跟越南合作有关的议题，也立刻去到这个地方来做访问，强调“一带一路”构建新发展格局，表示很在乎跟越南所做的各种合作协定。亮哥从东协来看大家各个国家其实都一样。菲律宾虽然要去跟中国、跟英国、美国寻求合作跟日本寻求合作，但显然这个当中还有各自的国家利益，考虑的很周详啊，所以两边统统都要去啊。我觉得亚洲、东亚跟东南亚有些议题是虚的啦，那有些是实的做表面的嘛。比如说菲律宾菲律宾今年1月就去北京了嘛，那也跟中国大陆签了一些经贸协议，总价大概接近200亿美元，到现在没有一项落实啊，因为他回来之后都在搞军事议题啊，一下4个基地要租啦，一下仁爱礁，一下黄岩岛然后现在又要找那个8国联军那个军舰要进南海那你都纠缠在这种议题，中国大陆当然不可能去实现经贸合作嘛，那就是大家都小打小闹你来我挡，这样嘛比如说40艘民船来那中国大陆就准备138艘民船这样，就是都在搞这种东西啦，所以搞到最后有没有任何进展？没有，就是这样嘛。那你反观越南，我觉得越南就是一个聪明的国家他9月13号拜登去访问越南，那至少带来了半导体嘛。那越南立刻表示我会买波音飞机回馈给他面子，然后美国就说我要考虑要卖给你 F-16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聪明的国家啦。那稀土拜登也提出要求可是他稀土就没有给美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牵涉到货运铁路，牵涉到提炼加工，那这个就是中国合作比较方便嘛，所以稀土它就是给中国那习近平去，因为中国他还给习近平一个大面子越南的那个北部的那个铁轨的轨距采中国标准，这个算是很大的让步那未来那个货运铁路，中国就说那我们就援助那以后一定就是采矿、货运、提炼加工就跟中国整个对接嘛。所以你看习近平他回去为什么要去广西走一下
就表示这是玩真的嘛。没错。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到美国跟中国啦，在比如越南这个就是玩真的啊，那菲律宾就是你跳来跳去，从今年1月跳到12月了，一事无成呢啊，搞到菲律宾的内部不满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啊，甚至有人说要不要搞政变啊，支持这个杜特地的女儿就副总统啊，连这种声音都出来了。所以我是觉得，你去想吧，你1月抢头香去了北京，那回来之后，菲律宾的商界一定是期待说赶快落实啊，结果到现在都没有。那他反而去看到越南，怎么抢到我们前面去了？那印尼雅万高铁也通车了，那结果我们这边通通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政府要分辨什么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啦啊。那这个民进党当然就比较像菲律宾了。就一大堆东西都在玩虚的嘛，你明明就知道两岸的贸易很重要，然后每天都在吹牛啊。事实上，民进党现在主流论述是什么？你知道吗？费委员刚刚已经讲了，说你跟中国大陆贸易这么深，出口到中港高达40几%，民进党说是他们依赖我们，因为他们除了我们之外没得买啊。我也听过。他当然就讲半导体嘛。是。可是你去想啊。你半导体没有错，因为美国打科技战，所以人家是抢先购买，这没有错啊。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中国市场你不做，哪里有这么大的买家？可替代性，替代的买家在哪里嘛？所以我们的高科技界都不讲话就看你这边吹牛啊，说我们好棒棒啊，因为中国大陆没有替代来源啊，真的吗？我跟你讲啊。明年人家28奈米以上，他就自己做了啦。到时候他还对你的28奈米以上的半导体会跟你采购吗？这个是随着人家的企业往上走，你有一些订单就被取代了。可是你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订单，你怎么办？你有其他地方可以买吗？你整天到晚要发展印度啊，印度可以买吗？所以我是觉得有时候讲话要根据基本的科学啊。其实企业错了蛋所以才会台积电上一次在公布财报的时候，对未来第4季跟中国的贸易是非常的悲观。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来，日本正在召开东协峰会，菲律宾很强力的要求大家帮我要跟中国做对抗的意在如何？左教授怎么看？其实菲律宾在马可斯任内，小马可斯任内，其实他的政策有很大的转向了。当然，大家也怀疑说，是不是因为他跟美国之间有一些还没有处理的一些，不管是司法或是其他一些个人的一些事情。但整体来说，其实菲律宾在过去所面临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它本身是没有足够的海防的力量，所以过去它是依赖美国来做它的海防力量。这是为什么菲律宾这么在乎，就是美国对于它的这个所谓的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的解释。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5条里头提到的，就是说，菲律宾在太平洋的船舰视为，菲律宾在太平洋的船舰如果遭受攻击，就视为对于，就是对于菲律宾本土的攻击，那这时候就会启动它的共同防卫机制。那美国其实事实上在2019年，当时的国务卿庞佩奥才第一次宣示，就是说，这个是纳入范围，所以菲律宾就觉得，他现在可以进一步向前走，可是当时的杜特地还是比较谨慎一些，就没有像现在马可斯这样子。那当然，因为马可斯就是说他现在因为跟美国，他本人是希望跟美国拉近距离所以说他就是说在跟中国大陆的这些对峙上，他就变成更加的这个激烈一点。更加的强硬一些，当然菲律宾国内的民意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整体来说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没有足够的实力，你真的面对，就是说真的正面去碰撞，你到底能不能去处理这样子一个情势？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现在，因为你看菲律宾、美国跟日本，现在美国原来就有所谓的访问军队协议，就是美国的军队可以到菲律宾来，这是最主要为了演习使用。那
日本现在如果签了，那日本的军队也可以来。可是问题是，日本愿不愿意出来，愿不愿意派？因为日本的前提一定是在美国跟菲律宾要共同采取行动的时候，日本基于跟美国的这个同盟条约，它才会出动。那美国愿不愿意出动，这就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可能就是说海岸的巡逻，海上的巡逻它是可以的，可是，在接战的时候呢？你看过去，我们这个跟这个两岸有发生这个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1958年那个时候，美国也是不敢到金门去啊，他只有护送我们的船舰到了金门的那个这个海里就是我们所谓领海范围之内，他就不进来了。所以说，即使当时他也是这样子，那未来如果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真的发生了军事冲突，你觉得美国在海上会为了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的船舰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吗？我觉得这可能性其实是不大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真的是还是要很审慎的去做出你的选择啊，就是说该要捍卫的国家利益是要捍卫，但是和平这个还是很重要，还是非常重要的价值，因为一旦发生冲突，你必须要有准备，说你能够处理这样的情势，否则就不要轻言为之。后面还有更深入的讨论，不要走开，马上回来。欢迎回来。中越关系最近成为很多国际瞩目的焦点呢。那么越南既要跟美国合作啊，跟中国这边的关系也不能断，尤其是在一些矿土啦、半导体啦、交通的合作上。委员，那个刚才阿良讲得很清楚，这个越南是蛮聪明的。自从1979年啊，这个大陆的惩越战争以后，越南学会很多啊。越南现在在不管是它的河内啊，或者西贡那边哈，就现在叫胡志明市啊，它多少各国，尤其是台商去投资了很多，它会珍惜它的经济发展哈。其实菲律宾呢，某一个时代，在杜特地的时候，大家感觉到，大陆带给他的经贸让它繁荣的很快。但是最近啊，这个小马可仕啊，我就觉得我不能讲说他脑筋不清楚了。刚才大家都有暗示啊，他爸爸当时从马尼拉出去带了多少美金到夏威夷啊？带了多少？这里面有没有被美国掐着脖子的事？金银财宝的事情，我们大家去猜吧哈。这个就问问 CIA， 他讲出来我们就知道了哈。最重要的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这8年以来过得好不好呢？有没有过得比较好呢？我们的经济选民的议题到底有没有让你生活品质更好？其中最新的这个 ECFA 相关两岸贸易壁垒的清单，接下来可能会出问题，恐怕影响的就是民众在经济议题这个课题了。何友宜说，蔡政府曾经说过 ECFA 呀是糖衣毒药，那却倒过来当大补药一样在用，结果两岸的贸易度依赖度，我们看过很多数字都知道，蔡总统的任内两岸贸易是依赖度比过往都还要高的，所以中国4月就提出贸易壁垒调查的时候，民进党政府完全没有提出任何的方案，或者甚至不理会。那现在直接被说是违规违反这个互惠原则的时候，接下来该怎么办？其实也得不到答案，只有继续抗中反中的意识形态情绪之争吗？赖清德回应，本来中国商务部预计在明年1月12号公布，果然啦，又来甩锅啦，马上就说你们为什么夏立言副主席国民党到中国去的隔天就公布，提早了半个月公布贸易壁垒调查的结果，是不是里应外合？要影响选举，然后同时又在提香港惨痛历史，不要当下一个香港。但同样的，没有告诉大家说，所以呢，如果你们一直认为糖衣毒药，那现在停了之后，对于台湾该怎么做？有没有方案？有没有解决民众可能在各个经济面可能受到的冲击跟影响是什么呢？那扯香港有没有用啊？侯办发言人回应说，有政府内部文件指出啊，开放莱猪吃福时，台湾根本就还没有办法加入 IPEF， 任何的国际组织都是 CPTPP 也是，所以当初的大内宣，民进党告诉大家可以参加，说好的国际组织呢，当然都落空啦。那现在呢，民进党继续大内宣的时候，还有办法又扯香港吗？大家没有忘记，还看到了国际上有乌克兰、有以色列呢。那么，所以萧美琴曾经说过其实并非每个国家都能够面对
中国的压力。以一个曾经在驻美被说很信任的代表来讲，他来谈这个议题的时候，他说啊，美国其实并不是不想跟台湾深化关系，是希望扩大 IPF 参与的国家，而且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够面对中国压力的。其实他说，美国量身定做的所谓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进度也超前啦。那意思是说，其实大家都知道嘛，美国当然也不想要跟中国过度的恶化，尤其是因为你台湾，那大家站在的都是自己国家的利益啊。那台湾利益又有谁帮我们把关呢？伟汉他在分析 ECFA 这件事情，他说，其实 ECFA 早就该断了，不是吗？既然你民进党讲成这样，2016年蔡总统上任有没有断？没有啊。两岸没有一个中国基础，那对岸有没有断？也没有断啊。那到现在为止，如果现在单方面提出，另一方拒绝协商，半年后就直接中断，那自然而然的也就没有这个 ECFA 相关的议题在其中。那中国大陆方面的态度又是如何呢？CNN 说，台湾的情报界人士警告，中国啊一直透过恶意假消息等等的影响2024大选哦，那甚至正在调查一件7月发生的事情，研判假旗行动进行演练，可能要替未来的台湾动武找理由吗？那当然，这种认知作战多的是啦。我们自己内部的消息，一天到晚抓共谍的反渗透法也多的是。但沈伯洋，认知作战不分区的男性第一名，在民进党里面发挥作用，他就出来讲这件事情啦。显然，这是他主要的工作。他就说，抖音啊、微博啊。中国的社交平台都是外部影响台湾最大的威胁，例如俄罗斯在战争爆发前就积极收买乌克兰的媒体等等的。所以要怎样？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连台湾的一些媒体或社群平台你都要限制的话，那你还叫做什么所谓的民主来当做大内宣的题材呢？那到底要怎么做？沈伯洋说，抖音跟微信是最大国安威胁，网络上就很多的讽刺笑啊，这种表示它是智商方面的问题，我不好念。但总之，网络倒是一片的批评。那么你们一天到晚赶快禁言啊，侧翼网军用抖音做成短影片，然后现在说这个抖音短影片影响选情，最大的国安威胁。那请问到底又是为什么？标准在哪里？日本媒体怎么看？台湾总统选举，中国怀戒心，所以正在加大各种戒选，显示习近平焦虑，是吗？到底有所谓的一天到晚讲的戒选，有多少的讯息，有多么的严重？那美国又如何？那其中3艘共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啊，这是12月15号到16号国防部发布的讯息里面。一共有27架的共机，9架的共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到了16到17号，也有3艘的共舰在台海周边活动。所以国军以暗制飞弹的方式来做监控。那么两岸之间，除了和平与战争的选择之外，连经济交流、各种的活动，连去旅游啊，里长都要被去抓起来哈。我们认为你很危险，有违反反渗透法。两岸之间的交流，真的要到这种兵凶战危、什么都动辄得咎的地步吗？我觉得朱立伦讲得很对啦，就是说面对 ECFA 有可能被部分或全部停止啊，你要用贸易专业来回答啦，你不要老是要用政治东西。我跟你讲，这个你要看不是它关税节省多少，而是它关税会联动到那个产值啊，那产值才可怕。我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年我们那个石化业那个 PC 不是被提高税率吗？提高到平均税率16.7%，结果总营业额是300亿台币，所以不是税多少啊，是你16.7%，你中国那个市场你就不用做了，因为韩国只有6%啊，你怎么做？所以这个才是要命的地方啊！结果你现在王美华躲起来了，大家都躲起来了，然后你没有告诉大家怎么办，然后李赖清德这边讲政治化，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你这种政治化对应哈，到最后人家就给你有更多项目真的做制裁，我看你怎么办啊？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要面对经济问题啊。这个反正我们就看工商界的反应啦，因为这个新闻才刚出来啊。那沈伯洋啊，被民进党视为网络认知作战的专家，怎么会讲出这么不专业的话呢？我跟你讲，我们台湾认知作战最厉害的工具是 LINE 啊。我大部分的假消息我都是透过 LINE 收到的。LINE 在台湾的账号超过2000万。OK， 另外第二个叫 YT，YouTube
YouTube 现在简体字的网站啊、视频啊，比繁体字还多啊！你有没有搞清楚啊？哦 ，Line 是日本的啦，搞清楚啊 ；YT 是美国的啦，搞清楚了。台湾真的，你说好，你说微博跟抖音啊，抖音是有没有错啊？可是抖音使用者大部分都未成年呐、他没有投票权呐、你如果说成年人用的最多了，他也漏掉，你怎么漏了微信呢？微信在台湾大概有700万啊，还帮你补充啦，还有小红书啦，还有今日头条啦，年轻人最常用的你全部都进，全部都进啦，你全部都进嘛，你不要变成国际笑话啊！我跟你讲啊，你们台湾一天到晚在那边说啊，央视啦，什么大陆的那个我们那个这个有线电视不能够截取它的节目啊，截取一定要有时间限制。我跟你讲，央视就直接上 YT， 你去 YT 看就看得到央视。是啊，中国大陆所有的有线电视都在 YT， 只是它下面加个注明说这个是中国官方所资助，就这样啊，你都看得到啊，你怎么不去盯 YT 呢 ？YT 不是更危险？你现在如果要看央视频道，看 YT， 全部都看得到，赶快去进啊 ！YT 最严重啊，YT 最严重啊，所以我说民进党这种这真的非常可笑了。那更不要讲说他们还有一些政治人物在使用抖音呢，还在那边自拍呢，没错，这个平台他也想赚呢，这个就跟拜登一样嘛，拜登那个时候也在批评抖音啊，结果他今年要选举，为了拿到年轻选票，他自己在拍抖音的广告啊，就是这样嘛。所以我说，如果民进党推的网络认知作战的专家是这种水平啊，那台湾真的是危险呐，危险呐啊！请你先去调查 YouTube 上面的为匪宣传的片子吧，我跟你保证比抖音还多。抖音上面事实上政治性的东西不多，那个事实上要看的人也不多啦，大家爱看的还是搞笑的，或者是歌曲啦这种东西啦。事实上最近美国在研究，他就认为抖音之所以在华人世界会红，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综艺节目跟歌曲，它是用这样带出流量的啦。政治性的东西啊，我跟你讲，10%到20%就已经算多了啦。YT 才是全部啊，直接央视的频道、浙江卫视所有的卫视的频道都在上面啊。你赶快去进 YT 吧，国安会跟国安局也教他嘛，程度那么差的不分区怎么弄啊？其实亮哥讲的重点就是在网络社群平台，谁决定看什么？是消费者自己乐听大众自己选的好吗？谁选？你有那么好认知作战跟大内宣、大外宣吗？左教授怎么看？现在刚好夏立言到大陆去访问的时候，时间点就是 ECFA， 但现在我们看不到解方，只看到你看吧，因为国民党里应外合。其实这个经贸谈判的问题，我觉得真的是蔡政府一直没有给人民一个交代的地方。之前说要到 WTO 申诉，到现在为止一个案子都没有，连提都没提。双边的咨商，不管在 WTO 或者是跟两岸既有的管道，一件事情都做不到。那当然，其实我特别想来谈一下假消息的问题。我认为这个事情我们要严肃的面对。大陆是不是有很多假消息跑到台湾来？当然有啦。那这个我觉得大家都应该要通过提高媒体识读来辨别真伪。但是我们国内有没有自己制造的假消息？更多呀。对呀，就像刚才这个亮哥讲的完全正确啊。你这个 Line 啊，或你 YouTube 本身就有很多假消息啊。那何况是我们政府有没有制造一些假消息？比如像赖清德最近说如果服贸开放会有5000万人来台湾，他的计算是从何而来？我觉得这个要请他公布啊。我认为2件重要的事情，我在这里要特别的郑重的提出来。第一个，我们如何防止假消息？我认为政府第一个要以身作则，政府不要制造假消息，而且政府要作为一个公正的平台来对待每一个假消息。像赖清德总是说这个9·2共识就是一国两制，这就是假消息，政府为什么不办呢？那我在讲政府的这个假消息的申诉管道根本是不全面的，比如像说这个大家看到在这个法务部调查局，它有一个假讯息查证参考资讯里头，它列了4个单位，
TFT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赖讯息查证、兰姆酒吐司跟 MyGoPen， 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个页面，对，这里头就没有列什么呢？全民查假会社，这是21世纪基金会做这个支持的一个事实查核中心，为什么不列呢？你是什么理由没有列呢？你既然列了这4个，为什么不列全民查假会社呢？是不是因为21世纪基金会它有特别的政治色彩，所以你就认为这个不能够列在你政府的网站上呢？我要再讲第二件事情，对不起，我可能耽误点时间。这个今天我们电视墙上引到了 CNN 这个新闻，CNN 这个新闻里头，他说他这个新闻是来自于台湾，他参加了我们政府的官员的一个新闻简报，在这个政府官员的简报里头，他说什么呢？他说其中一个假消息是指说萧美琴是美国公民。这个是在 CNN 的新闻上，CNN 的新闻网站上明显的说，他说是 one piece of disinformation highlighted by officials， 这是指台湾的官员，就是这个萧美琴的美国国籍，这个是假消息吗？萧美琴自己说过，她当时只有美国的这个国籍。这怎么会是假消息？这是他自己说的，在很多的来源都看到这件事情。萧美琴从来没有针对这件事情正面的去回应，说到底他讲的当时为什么讲这句话，到底是他当时讲错了，还是今天他讲错了？这怎么可能是假？这怎么会用假消息来定位呢？居然还有我们的政府官员向国际媒体做这样子的一个不实的说明。我认为政府官员应该，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应该站出来澄清。站出来说明，这到底是哪一个官员讲的？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假消息？委员，我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是李桂明委员在立法院质询的时候就问啊，万一我们这个贸易壁垒清单真的没过关，出问题的话，那我们政府有没有因应的办法？有没有什么报告书可以拿出来？他说：“哎呦，这个是国家机密啊，这个不能公布，不能被对方知道啊。”所以果然吧，现在发生了，有拿出什么办法来吗？我觉得啦是毫无办法哈。我现在讲两岸的危机啊，不只有兵戎相见哦，还有一个是贸易战哦。如果大陆跟台湾先打个贸易战，我跟大家报告，台湾可能就垮掉一半了哈。我为什么讲这个话哈？我们以去年为例，因为今年还有半个月哈，这数字还没有统计出来。去年台湾进出口的贸易总额大概是9100亿美金啊，就我们台湾跟大陆的贸易额在我们的进出口占了多少？你知道吗？43%，就将近4000亿美金。刚才啊，我们讲到阿亮讲说我们不能，ECFA是税啊，税1年减免大概是少10亿美金。可是如果没有这个10亿美金，你没有竞争力啊。对，你没有然后左教授刚才讲说，哦，老共可能服贸会来5000万人，各位这是假话。赖清德讲的。台湾现在已经2300万人，台湾是可居住面积拥挤度是世界大概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来5000万人，你要他住在哪里呢？这些都是假话。我跟各位再次报告哈，台湾不跟大陆不是只有军事冲突哦。如果说贸易完全中断，我们这4000亿美金的进出口，请问我们的替代市场在哪里？你告诉我，台湾到时候我不要讲说有一半了，就算将近一半的人如果都失业的话，台湾能活得下去吗？啊，所以我是觉得民进党你不要讲假话哈，因为 ECFA 对台湾非常非常重要。2016年当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他就不敢讲说我不要 ECFA， 敢废吗？没有啊，他敢废，到现在他敢废吗？因为一废了，你知道我们台湾的工厂，我不敢讲多了，至少关掉1/3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立刻就会面临的社会就业的问题。台湾到时候有多少人会失业？请问蔡英文总统，你敢不敢说你有解决的方法？现在就是都不见了，都没有人回答这些真的文官应该要回答的问题。